大家好，之前我们探访过不少养老院了，有像泰康这样的高大上的、高端的，也有更平民化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仔细回来一想呢，要么价格太高，规模太大，需要排很长的队；要么就环境偏旧，条件很一般，很难让我们完全满意和放心。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在国内，在北京就没有那种中端的、规模适中的、性价比更高的养老院吗？正巧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的网友回北京来探亲，他爸爸就住在一个中端养老院，非常感谢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去了。今天就带你一起去实探一下这家养老院，听听这位朋友爸爸的真实感受。他是一位退了休的大学教授，非常有意思的经历。这家北京的养老院呢，位于海淀区清河附近，在居民区里，它的名字叫清月里颐养中心。我们事先预约好了，所以养老院的负责人出门迎接我们。我们参观了1个多小时，而且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整理出后面20多分钟的视频呢，希望能解答你们和我们所有的问题，主要3个方面。第一，这位退休的教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身体状态如何？他为什么选这家养老院？怎么不雇个保姆或跟孩子去美国呢？第二，他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样？他们每天的日常是怎么样的？有社交吗？尤其是生了病、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护理呢？第三，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是真实的价格、收费情况是怎么样的？需不需要排队？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呢，尤其是很多人现在呢，主要还是考虑国内的父母的养老。那针对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远程的在海外看到自己父母，或者是知道自己父母每天的动态。另外呢，如果我们自己回国来住，他们对外籍人员收费是不是一样呢？所以我们很仔细认真的考察了所有的问题。今天视频有点长啊，看到最后，我相信你会找到所有的答案。这边1层呢是一个公共大厅，员工呢是在这儿聚餐，还有这种大型的活动呢都在1层。这员工对，长者是在楼层。为了安全起见呢，养老院是有门禁的，防止外人随便的进入，也防止不能自理的老人外出走丢了。能自理的人呢，可以拿到钥匙，像我们这教授，他是可以拿钥匙自己出去的。2层是能自理和半自理的10位长者住的。进了教授的房间，他这房间本来是2个床位的，但他1个人包了。这个挺大的，这挺大的，大概40平米，类似泰康的舒适衣食。一进门，右手是柜子、水池和一个小洗衣机和一个台式冰箱。反正很简单。这个小的也好啊，可以经常洗点小冰箱。哦，对，里边可以放点东西。放点酱。床头有按铃，写着有事请按铃。卫生间也是适老化设计，门加宽了，有坐式淋浴的椅子，还有马桶旁边也有扶手，看着和泰康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开始和这位退休的老教授聊起来了。我已经住了2年多了，2、3年进来的，各方面来说，总来说还是满意的。最喜欢什么呀？这个啊，这个也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个老年公寓啊，大多数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我呢是属于能够自理的。但是呢，他给我的一些自由，就这么个活动方式。大学教授啊，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水平太差？有没有共同语言是吧？能有好朋友吗？现在就不讲什么教授不教授了，来这里就是一个退休的老人，能够跟我下象棋的，就有1个人。下象棋。当然，你自己在这个计算上电脑呢，他学上网。收集资料，您还能够电脑这一套，他的眼睛也可以看清，眼睛还行。眼睛啊是这样，20年前就是白内障，2个眼睛都换了晶体了，做了手术了，一直呢是挺好的。看书，看这个那个，这么小手机还能看。还会玩微信啊什么的。还有对，你看这是我把写的一个书，最近就是在养老院出了一本书啊，在养老院出书，我拿电脑写的这本书，哇，写了多长？主要是下载的，大多数都是编的。
就是那也不容易。别的资料我进行综合修改编写的，在电脑上输入啊、编辑啊，没有问题的。真是太厉害了！对有知识的我们这帮人哈，你还得想有能够聊得来的朋友，养老院他不是而且你就想，就是他即使有朋友，他的交流也是这种电子式的了。除了这个下棋之外，你和别的老人就是有什么交流吗？还有别的什么就是聊天多吗？这儿？这个聊天啊，一个是我的耳朵不好，我自己就感觉到。跟人家聊天不太方便，除了跟我比较熟，跟我坐在一起吃饭的2个人，有时候说说话、说说情况呢，其他人呢一般上不聊天。因为你觉得寂寞嘛，就是说有些人需要去交朋友聊，我不感觉到寂寞。对，所以我就说他不需要那种，就是说通常的那种，他自己有事情干，然后有1、2个这种能够对，而且像我爸没进养老院之前，他在大学校园里吧，他就不太下来去跟人聊天。家里住的时候，他在家也比较时间长，主要是在电脑上。就是喜欢学习，他就是电脑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他开始给别人教电脑。我保持了几个微信。在每天呢，在微信上交流，就是以前的老朋友，聊聊天啊，这个都是靠这个微信来聊天。你还挺那什么。对，爸，原来您是摄影协会会长吧？是吧？他是摄影的。99年退休的，60岁退休。60岁到70岁啊，那个时候还挺忙。就是离不开业务，什么这边有聘书了，这边还是讲课了。70岁左右开始就喜欢摄影，到处去旅游，拍照啊，以后这个照片进行处理，做成幻灯片。你就自己做？我的天哪！这个工作呢，大概搞了6、7年。后来呢？我选为什么摄影协会的会长？我的拍的照片呢，在学校的展览，北京市的退休的教师展览里头都获过奖。所以这人有自己业余爱好吧？不就不指望跟别人什么打牌、下棋了什么，非得那种了，对。这个就是他自己用那个十字绣的，就我爸绣的。这是您自己绣的。对，是我绣的。真不错。2003年完成的。2003，20多年前了。买这个底色，还有各种各样的线。对。然后你根据它那个线。费时间。我绣了2年多。2年多，你看2年多。这我知道很费，而且费眼睛。没事就绣一点，没事绣一点。对，这可费功夫。当时绣这个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看人家都有会画画、写字，自己的厅里面都有自己的作品。我的画画跟那个写字啊都不太行。自己不会觉得。就搬家的时候，别的什么东西我都扔了，什么纪念品我都扔了，这个我爸就带了。而且他这个是相对来养老院比较早，这个手机啊、电脑都可以用这个年龄。等于是80出头。对。你看那天我们到那个太康的燕园去参观我的一个朋友啊，他那个呢是基本上和他原来家的模式差不多，一个楼层里头他是做2家，他那个是属于能够自己活动的。太康那个底下的活动空间很大，人家规模很大。对，他那个住了3000多个，70%的老人呢是能够自理的，30%呢是智力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这个老人科是以不能自理的为主的。在这个2层，在这一层里头啊，一共有10个房间。本来呢，一个房间可以住2个人。那么有10几个人，那么这是一个活动单元。平时啊，吃饭呢就在外面呢一起吃。就在刚才那厅里头是吧？对，是分房制的。燕达那个只有个，他吃饭是食堂制的。自己到食堂去
有好多食堂，自己愿意吃什么点什么。我们这是分饭制，就是给做好了，给你一份送在你前面，你就吃，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喜欢那儿有医院，您这儿看病怎么弄？看病是这样，这个小病啊，它这里面有个医务室，有医生有护士，可以稍微看一看，稍微那个你就到附近的医院，三院呐，什么解放军309医院呐，都不算远。小病呢就可以看看，看完拿药回来，这里边呢，他那护理人员呢，就负责护理，就说什么打个针啊，吃药啊，每天吃药，他都管你吃药。因为几乎所有的长者每天多多少少都要吃些药，所以我们又跟工作人员进一步确认了。对，尤其是特别严重，就是像楼上那些老人，他有的不是胡同嘛，他可能背地里就把药给吐了，都会盯着吃完。对，我爸就这个问题现在啊，因为让他往外吐，这个也挺重要的，盯着。那假如说就是说，万一有谁要是说突然晕了呀，抢救去医院，他们给送过去到医院可以送。你假如说有紧急那个要你送医院，心脏不好，他们都在美国呀，又回不来。对呀，您这孩子不在这周围，他们有负责，有送到医院去，一些手续呀，反正。他们可以给你送过去，陪你去看病。对。好像应该有 extra charge。关于突发病的护理，我们也反复跟工作人员确认了。假如突然摔倒了或晕倒了，你们能够知道吗？对，能够知道。就屋里可是也没有监控哎，你怎么？像夜间呢，我们也是得去查房的，就是白天跟晚上都要去查。所以他房子不让他锁是吧？对，尽量就别锁。静悄悄进去看看是不是安全。那如果要是说老人突然晕了或干嘛的，需要去医院的话，能给送去吗？可以，离我们这最近的。是吧？但是如果要叫救护车的话，那是额外收费的。咱们就是只能是打车，或者是叫这个999、120。然后就一般送到最近的医院。对，最近的是清河999急救中心。急救中心。对，急救中心离咱这儿走路就7分钟。我好像看了，就在路边是吧？高速路边就能看到那边。是什么医院叫？京北医院。京北医院。对。那是3甲。它虽然小，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多长者不愿意来养老院，他们愣可在家里头找保姆。您为什么不找保姆？为什么选择来养老院呢？这个保姆很难找个说呢比较满意的保姆。另外呢，你现在有一个人整天跟一个保姆在一起，那你在这点多好啊！在这你看一出门大概这个地方有4、5个这个护理人员，经常都能够见面。当时就是我老伴儿是2023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他回来了，去世完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一个人呢80多岁了，一个人生活好像不好，太孤单了。这个万一有什么事的话，身边没人的话不好。对。那么只有3个出路，一个呢跟着他去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了住了将近5年，后来在老年公寓，美国的老年公寓也住过，也住过，他有绿卡，感觉到没有不好，没有这个国内好。为什么？回来了。第二个呢，要么雇个保姆，但是这个保姆很难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另外，这个保姆他毕竟呢，他没有这个多少，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对了。这个你保姆他每天就这个吃饭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一天3顿饭，这个很难很难做。他这点的饭费1个月是1800块钱，这是额外的也是吧？一天大概60块钱，这个能够吃3顿饭之外，早上还有一个水果，大概9点多钟有个小水果，下午4点钟左右有一个小点心，什么个小的酸奶
这么一天要吃5顿。5次了，等于。 5次，这个比较好。而且呢花样呢也比较多。哎，对。我来2年多了，我的体重增加了10几斤。而且后来控制了，就是不能敞开吃，对，不能敞开吃，不能把它都吃完。现在基本上稳定了。每天有2次活动。上午叫做健康活力操。就相当于那个咱们的广播操是各种各样坐在轮椅上的，全身呢也是一种康复训练。下午还有一次，这个就是包括什么唱歌、做手工。做手工。这个画画啊，对，你看那儿也是画那些画，还有做的灯笼。这些都是手工做的。我们每天的活动。他的每次都给你照相，照了好多相，然后呢，他家属群里都能看见。所以我每天知道至少知道他在干嘛。每天他都能看见我的活动情况。这样天天能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挺好。对。但是这个屋里就没有监控了吧，是吧？没有。这是屋里看。那我再问问您啊，就是说您当时在美国养老院待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喜欢那儿？5年吗？当时叫做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对。这个就在那个加州那个一个小城市里头。这个老年公寓的性质就基本上就是把房子租给你了。就是租房是这样然后呢，自己做饭什么这些的是吧？自己做饭都没有什么活动。对老年人呢，他那个房租有适当的优惠。对。就在美国感觉到什么呢？就自己也不会开车，出去他就是不方便，到医院去看病都有他们每次我们要带送吃饭，对，也不方便，吃饭也不合胃口，可以活动也少，很像你爸妈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老年公寓嘛，他没有什么那种集体，没有组织什么活动。对，其实是有服务，还有个语言问题。就是你爸爸比较能够客观的评价自己。对了。我也安心。等于你妈刚走没多久，他就决定了这样的，是吧？泰康我觉得就是我爸就觉得说，你关上门了还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他是每天来看你。打扫卫生每天1次。泰康那边是1个礼拜打扫2次。对，您这记性非常好。我们这是天天来打扫，其实那个没有必要。1个礼拜有2次就够了。那地面挺干净的。人家可能来打扫卫生也是来看看您。7点吃早饭，6点半过了以后他就叫你了。起床了吃饭去了。比泰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小社区。对。其实我觉得泰康有一点我不太喜欢，太大了那个社区太大了。那个不是说一个门栋是有1、2个管家嘛，所以他一个门栋一个人要管10几个10几家人。对。这个等于是这一层有几个4个人管10个房间，是吧？对，是这样的。对。所以这边呢就会这些护工跟长者之间的关系会更密切，总能见面好几次。我的理解就是泰康那种养老院的更年轻一点更好，它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多社交机会，是吧？其实你到了一定年龄，说实在的，也就是一个安稳的环境。你80岁以后真的不 care 那些东西了。对。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医院，他经常有人来看看。因为这边的好处就是离学校特别近，他们应该每年至少2、3次，他的学生都来看他，就至少比如说教师节，这个位置还挺方便的。对，我们去吃饭吧，好。工作人员特意给我们在活动室加了一桌，每个人的一大盘菜里有2荤2素，1个汤，1个主食，粗粮，1个馒头，也是适老化的，低油、低盐、低糖，很丰盛。分别的大锅分的是吧？对。我爸爸91岁。91了。比您大。住2个人都是90以上的。你看看。这个呢是93岁，11年生的，93、94的，楼上可能更多。对。越上的话，自理能力差。反正他也不下楼了，是吧？对，反正也不下楼了。我听着这意思，对，这个院长跟我这么说的。吃完饭，教授带我们看他们的活动中心，这层有各种的书籍、文具、棋啊，听说还有10多个课程或者活动小组，楼下还有健身的地方。这虾画得很棒啊！
这是91岁啊！你看画的像齐白石那像。午饭后，长者们通常会午休，所以我们告别教授，我们准备再去找工作人员上楼上看看。听说有一个单间的空房，也给我爸爸看看公用的浴室、洗衣房，还有听说上面有个很大的花园阳台。这是现在空的一间，这是3层的单人间，大约28平米。这个请问您这个怎么没有洗浴的？洗浴是在工区。只有2楼的房型是洗浴，还有卫生间都在房间内。哦，那这个是公共的地方，那有人帮助洗还是怎么？哦，因为3层主要是自己护理型的啊，护理型的。哦、其实2楼不管是护理型的还是自理型的，只要是老人要洗澡的话，都会去看一眼。哦，都会有人帮助的。对。哦，其实这挺重要的，特别摔了什么的啊。是，现在我爸自己已经洗不了澡了。这就是说，如果第一个来的话，就得类似于这种房子，是吧？对，这种的。这是洗浴间。哦，这是洗浴间。哦。那同时只能1、2个，3个。不是每次都是1个老人洗。其实只有1个洗啊。对。有的得在床上洗哈。对，这层有3位卧床老人。啊，起不来的。就躺着洗啊。对，他不能长时间坐轮椅。哦，其他一般人都是坐着洗是吧？对。哦，所以都有护工来帮着，是吧？哦，这挺重要的。这边是洗衣房。这是洗衣房，哦，就是他有什么衣服放在一个地儿，然后你们去帮他洗，就有职工帮他洗哈。对，这边有个晾衣服，然后6楼就是露天阳台可以晾衣服。哦，这晾衣服，就是都没有烘干机是吗？啊，有，这有烘干机哎，你看看，这是洗衣机、烘干机。每个楼层。最高一层是认知症专区。如果手断了摔了啊！因为他们多数都是在工区做。别动了，来。哦。比较。我带你回去。带你回房间。房顶的尽头就是屋顶花园，总共有1000多平米。据说春天就开始种各种花草了。天气好的时候，长者们就可以上来漫步、溜溜弯、坐一坐、喝喝茶、晒晒太阳。最后总结一下价钱，我跟院长要来了表格，这个是非常明码标价的哈。这个养老院的费用呢，通常是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押金，现在国家对养老院的押金呢有统一的规定，北京的这一类的中端养老院的押金是固定的3万，非常明码标价。第二就是餐费，如同教授说的，每个月固定1800。第3个是床位费，2人间的话，每个人每月6000元。如果是1个人占2个床位，整个房间，那就费用就要加倍。第4就是护理费，这部分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些，需要根据老人的自理能力和认知状态做专业评估，有的只需要加1、2千，有的肯定要上万。总的来说，每月的实际费用就是床位费加餐费加护理费，具体总额因各位长者的自理情况和认知状态不同而定。还有就是说，你们这儿有那种拿国外护照的吗？有外籍的没有？有家属是外籍的。就是交钱都一样。一样。因为我们有好多朋友在美国那边的，现在也都面临到养老的问题啊，签证的问题。哦。因为要是无外籍的话，现在最多能住半年。但是你对这块儿，你看也不太熟悉了，是吗？是这个，咱住咱们这儿的长者都是咱们中国那种的。最后总结一下，怎样养老是个非常个性化的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认知能力、家庭成员和经济能力做些实地考察后决定。我非常欣赏这位教授的2大特点：第一，他能够客观地判断自己和家庭的状况，选择适合他的养老院，而且果断及时地搬进来；第二，来了以后放平心态，知道重要的是要自我调节，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愉快。主要还得靠自己，自己活动，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找点事做，对身体有好处。是，您真棒，这个一直能够还学 AI 呢。关于这家养老院呢，回来以后我又做了更多的调查，发现呢，这家养老院是西城区国资委旗下的华方养老集团投资运营的公办民营的标杆项目。它有5大特点：第一，交通方便，在海淀区北5环；第二，小而温馨，护理人员对长者的比例很高，是1:3；
第三，比较新，2022年才正式运营，很多仪器设备是进口的，适老化设计的。第四，收费非常透明。第五，在我们参观的时候，至少去年2025年11月是不需要排队的，还有一些床位，而且它还有北京附近近郊其他几家连锁店可以统筹申请。但是对于持海外护照的有一个缺点，就是目前他没有外籍入住，对签证也不熟悉。不过总的来说，我们最近听到很多国家对养老院的管理呢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重视。养老院分成5个等级，有各种的评比。养老院里头每个季度对职工都有评比，所以呢是比较严格的。对外籍的利好的变化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可能的，敬请关注。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家养老院怎么样啊？欢迎留言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北京的养老院和怎么找保姆，请点击下方的连接视频，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呀，原创不易，谢谢鼓励，下次再见，拜拜。